网络上有99%的声伪辨识的工具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，都要骗你上传奇怪的照片、影片跟声音，装在手机里或在电脑里面安装或上传，可能会盗用你的个资、你的相簿、你的资料，甚至可能会有木马程式，造成治安的问题。不要乱用这些工具，也真正专业的在辨识会有非常专业的工具，甚至还会用好几套来做一个几率判定。比如说10套里面有7套说它是真的，我们才能够认为它是真的。P 图的人是希望你第一眼看到它是假的还是真的？如果他让你觉得是假的，为什么不做得更假？干嘛背景搞那么复杂？爷孙恋的资讯少一点，发现大部分的有皱纹的合成的照片是比较假一点，资料比较少。生成10年前的历史哥，估计可能会蛮像。生成一个80岁退回到70岁，这资料比较少。曹云成2015年搞不好单身交女朋友不行啊，爷孙恋怎么样去查？ChatGPT、DeepSeek 都告诉我，现任的老婆2020才离婚，2015年他是有婚约在。从专业的角度，我感觉它有一点像真的。真正专业的工具在刑事局、警察局。某罗姓前立法委员的真伪，现在还没有公布结果，完全消极而没有作为。这个时候是应该要相信公权力的，反而是放任让民众自己到处上网去找声伪辨识的工具。公权力在哪里？专业在哪里？沉默，不敢背这个锅啊！背锅我们又要问他委员的照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网络上有99%的声伪辨识的工具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。曹新成第一时间发的声明也很令人玩味，他真的又如何？但你们不要逼死那女的。后续同一时间看到绿营的侧翼疯狂说假的，你的 po 文是说有很多是假检测，到底哪个网站可以帮我们检视？技术到底是要怎么样才知道说他到底是真的有这个能力？不管是 Hive Moderation 的 Hugging Face 的一些相关的 AI 工具来做侦测，非常多都是小玩具，随便吐一个答案给你的意思。我从比较专业的角度，我感觉它有一点像真的。不管是 ChatGPT 或者是 Hive Moderation， 这些都不算是经过严格验证的真伪辨识的工具，只能做参考。真正专业的工具在谁手上？在刑事局、在警察局、检调单位手上。但是检调单位也曾经调查过某罗姓前立法委员的真伪，现在还没有公布结果。所以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完全消极而没有作为，反而是放任让民众自己到处上网去找声伪辨识的工具。网络上有99%的声伪辨识的工具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，都要骗你上传奇怪的照片、影片跟声音，甚至如果是装在手机里或在电脑里面安装或上传，它可能会盗用你的个资、你的相簿、你的资料，甚至可能会有木马程式，会造成治安的问题。所以你现在上网看，它甚至会说你要付多少钱，它可以帮你辨识。你可能刷卡刷下去，你的信用卡就很危险了。不要乱用这些工具，也不要乱相信这些工具。真正专业的在辨识会有非常专业的工具，甚至是专业的工具还会用好几套来做一个所谓的几率判定。比如说10套里面有7套说它是真的，我们才能够认为它是真的。 Hive Moderation 它算是玩具吗？还是其实已经有一点参考性的？ Hive Moderation 不能相信哦，那我们要相信什么？还是说它是有参考的？该要综合多套软体来做比对，我们不能只相信一套软体。有的是专门对付 Deepfake， 反而你的很粗糙的剪贴有可能会认为是真的。它是默许剪贴这件事存在，对，有可能。或者有的是专门对付滤镜，它可以侦测出这个有没有用美图秀秀，可是它可能没有办法侦测 AI 的 Deepfake。有的是专门侦测低阶的 P 图，对于 Deepfake 可能不敏感。所以每一个工具所面对的专业不同，都很难找到一个工具是全面的。所以你就可能会看到有人 po 一个 Hive Moderation 出来，结果有人 P 一张图上去，说我这张图的辨识结果，他也说是真的，所以这个软体工具不可信。但是这个也有可能软体工具不可信，也有可能那一张他说 P 图被说成是真的的这张图也是假的。现在我们真的是应该要相信公权力，但是公权力在哪里？我们是要相信专业的，专业在哪里？沉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敢来背这个锅啊！他一跳进来背这个锅，我们又要问他了。我罗委员的照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主要是曹新成第一时间的态度非常暧昧，这样便丢出来，他还没有做 AI 检测，因为他那个拍的画质真的不好。毕竟第一时间看单张照片是假的
可怕，怎么拍那模糊？可是后来遵循一个原则在思考这件事。目前所知是10年前的照片，画质不好，镜头如果是 P 图的人，他是希望你第一眼看到他是假的，还是他是真的？当然是希望你是看到是真的。如果他真的要让你觉得是假的，那他为什么不做得更假呢？干嘛背景搞得那么复杂 ？PS 来说是容易被抓包 ，AI 它如果算得好不容易被抓包，可是通常背景不要太复杂。后来研判说，那这个证据蛮高，然后就被他老巢就认了，不要欺负那女生。最主要是他这个态度，字面上会倾向为真。这些讯息已经在新闻媒体揭露了，自己是在新闻媒体看到某一些图片，这一系列的图片里面，哪一张的变造难度是最高的？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永稳的那一张，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很像真的，没有看到太多的扭曲的痕迹。那一张如果真的要伪造的话，其实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。我需要很多的训练资料，我需要让电脑看很多照片。IG 上面的照片比较多是什么？正脸、侧脸连在一起的资料比较少。曹董的侧脸跟人家亲嘴的样貌，应该是从来没有泄露过，这是第一次看到有这种照片出现，没有就算不出来，不是吗？一方面也是不会随便就上传亲吻或者是垃圾的照片放到 IG， 训练资料也少，角度的资讯也少，两边都少。AI 在制造伪图的，它就会很容易出现破绽。我是看交叠的，专业的人士辨识滤镜做得好不好，用手在脸前晃，看各种部分遮蔽。现在已经有很多技术是遮蔽，它都完全不会跳动，也不会有抖动。如果我们两张脸的这样互相切换位置，其实就难度就会提高，脸跟脸之间会有一些交界。如果这样子的角度去判断的话，比较容易去可以感觉出来，假设它是伪造，它难度是比较高的。所以如果用 AI 去做，常常会看到它中间的脸跟脸之间对接可能会有点扭曲。正脸的，老实说 AI 要去做没有痕迹的缝合，或者是比较精致的伪造，难度是比较低。一系列的图放出来，有可能有的是真，有的是假。声伪辨识器在 APP 或者用网络上的工具，很多是很危险的，一般民众真的不要去乱试。年龄在 AI 的伪造里面也很困难吧？现在被查出来这一个女士叫单中华，她其实是在对岸是有开古董鉴赏公司，她的相关资讯是公开的，在百度百科上是完全公开，包括她的生活照、她的沙龙照在上面都公开的。昨天其实做了很多对比，她跟目前被谢寒冰爆料的年龄段是2015年，是他们10年前的时候，她还没30岁，大概是在27、8左右，就超过25到30这个区间。因为女生的年龄其实大概率程度是可以判别得出来，包括脖子、皮肤、肤况，但因为那个照片没办法清晰到100%，我觉得已经大概可以判断出年龄，可以从她一些照片，还有她的穿着，还有她的拍照的姿势。这里面其实有几个我觉得比较难的，就是第一个年龄，而且是2个人年龄都可以把它优化。曹兴诚很明显不是现在快80岁的曹兴诚样子，是10年前快70岁的曹兴诚。单女士在照片里面的样貌，2个人可以同时这样。不同的照片里面呢，有不同的妆容。有一张是在小船上面，他倚着曹兴诚靠着他，现在他有点装可爱，把他嘴鼓鼓的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从这个部分 AI 是不是其实是很难做仿造到这种程度的？其实我们可以知道，你要如何判断 AI 在哪一部分比较擅长，大家就看 IG 上面哪些照片类型比较多，他就最会。俊男美女的图最多，你现在 AI 要算俊男美女是最厉害的。你说 IG 上面爷孙恋的资讯少一点，发现大部分的有皱纹的，它的 AI Deepfake 合成的照片或者生成的照片其实是比较假一点，因为它资料比较少。觉得生成10年前的历史歌，估计可能会蛮像。可是你要生成一个80岁退回到70岁，这资料比较少。曹兴诚2015年搞不好单身交女朋友不行哦，爷孙恋又怎么样？去查 ChatGPT 跟 DeepSeek 都告诉我说，现在的老婆好像到了2020还2022年才离婚，这2015年他是有婚约在身的。